太慘了，大齡剩女倒貼都沒人搭理。這個月啊，我們組織了一場大型相親會，其中啊不少大齡剩女打扮的腰肢花展，想着大展魅力，結果站了半天啊，一個男生都不帶搭理的。這些女生啊，條件普遍都不錯，有些甚至帶着房車倒貼，但是呢，還是比不過年輕姑娘。只能說啊，在相親市場上，女人呢對窮男人多殘忍，男人對老女人就有多殘酷。那你能夠接受優質大齡剩女嗎？據大陸某婚戀網站的保守估計，中國剩女已經接近1億人，其中生活在一線城市的比例尤其高。她們之所以處於單身的狀態，一方面是因為自身條件優越，自然對伴侶的標準更高；另外一方面呢，受限於狹窄的職業社交圈，加上在異地生活缺乏社交根基，導致她們結識的異性機會很有限，難以遇到心儀的對象。不過呢，也有一些女性明明可以嫁出去，卻在婚前最後一刻因為彩禮摔跟頭，最後呢，婚也結不成了。網上一段視頻顯示，婚禮前夕，女方突然間提出要加收3萬的彩禮，男方憤然取消了婚約。面對这突如其來的變故，女方頓時傻眼了。我們來看看這段視頻。已經跟我老公妥協了，這3萬塊錢我可以不要了，但是我老公說，你哪怕就是把全部的彩禮都退給我，這婚咱們也結不成了。這3萬塊錢對他來說根本就不是特別大的事兒，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發展到現在這麼嚴重的地步，就要跟我離婚。你可以接受男方不給彩禮嗎？接受不了，不能。為什麼？因為這个就是一個儀式嘛，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心意啊，給多給少不重要，但是他給了的話就會顯得比較重視一點。你可以接受男方不給彩禮嗎？我覺得不太行，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尊重吧，算是對女方家的一個尊重，也是一個保障。當然女生肯定也會有相應的一些陪嫁，而且這是組建以後一個家庭的共同的東西，覺得是需要的。男人找老婆一定要遠離大齡剩女，這可不是歧視哈，而是赤裸裸的現實提醒。因為一個女人到了30幾歲，她還沒有走進婚姻，往往並不是因為運氣不好，而是她在擇偶時的眼光和心態已經脫離了正確的軌道。他們想要的不再是一個可以共同生活、一起打拼的伴侶，而是一個條件優秀、能滿足她各種幻想的完美伴侶。可問題是，這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於是他們在挑剔中耽誤時間，把自己拖到了大齡。我不是嫁不出去，只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那你有什麼要求呢？也沒有什麼要求，只是相互喜歡就可以。那沒車沒房的喜歡嗎？哎呀，我都35了，我們這個年紀啊，男生如果還是沒車沒房的話，那實力確實不行。那長得一般，1.7米左右能接受嗎？我不找帥哥，但是也不能是醜男嘛，起碼也要看得過去，身高得在1.75米以上，我都1.6米了。那收入1萬以下能接受嗎？哎呀，這麼低呀，哪夠生活呀？紅娘說，您看，這不全都是要求嗎？你之所以找不到對象，說到底還是要求太高了。要有房有車有體面的工作，工資2萬以上，不能有婚史，身高不能太矮，長相不能太難看，學歷呢也不能太低。高富帥當然人人都喜歡，可問題就是人家能看上你嗎？我要開始相親了。我90年35歲，博士，未婚未育，從事過空姐、大學老師，過了年就36，虛歲37，妥妥的往4上面奔了。你們不結婚沒有孩子會焦慮嗎？會害怕、心慌、難過嗎？我會，現在真的會，就那種晚上翻來覆去睡不着的那種。年輕時被網上各種毒雞湯灌的，滿腦子都是經濟獨立才是底氣，不婚不育才是人間清醒，就跟風扎進不婚族。是，我承認，無論什麼時候，我們女的經濟獨立就是底氣。但是到了35歲，不婚不育，我真的後悔了。我38了，還沒結婚，沒有小孩。不要問我現在彩禮要多少，即使是倒貼彩禮，我現在也可能會考慮。我前段時間也看過，但是人家一來一見，說我今年38，人家根本就不考慮，掉頭就走。人家根本也不覺得你有什麼車呀、房呀，因為這些對人家來說根本就不重要。所以說呢，現在我也挺難的，我也很想結婚的。其實女孩子沒錢也不敢談戀愛的，打扮自己也是需要錢的。那些護膚品、化妝品還漂亮的裙裙都需要錢的。而且你出門約會不能總讓男孩子付錢吧？別人請你看個電影，你得請人家喝個奶茶吧？
別人送你個禮物，你也得回個禮物吧，這些都需要錢的。其實我知道很多人都是物質的人，可是感動對方的每一件事都需要錢。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還沒有結婚，還沒有生小孩。就我自己百思不得其解，我覺得像我這種類型的女孩子，如果我是個男孩子的話，我一定努力把她娶回家。但是我整不明白，為什麼沒有男孩子把我娶回家呢？你看，我最大的弊端就是年齡大了，33歲了，長得有點胖。其他的，我覺得對於大多數普通男孩子來講，是個理想的結婚对象啊。博主表示，自己既能賺錢，也會做飯，對物質要求並不高，既不追求高額的彩禮，也從來不買奢侈品。在日常生活當中，他該省的省，該花的花，因此一直都有存款。儘管條件不錯，他卻有婚姻大事發愁。他覺得現在33歲還有機會，如果再拖上幾年，可能就更難了。對此，他想聽听廣大網友的建議，希望能早日脫單。大齡剩女是最傻的。其實啊，很多大齡剩女才是女孩子當中傻白甜的好女孩。你们可以仔細的去回憶一下你們身邊的渣女、撈女、綠茶，最後也會成為剩女嗎？幾乎是不可能的吧。因為啊，他們在讀大學的時候呢，或者是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啊，就目標很明確啊，他們知道自己未來要找一個怎麼樣的男人，過一個怎麼樣的生活，所以呢，他們總是在自己最年輕、最好看的時候，很順利的就把自己給嫁出去了。博主說，很多大齡剩女一直努力工作，到了30多歲也算小有成就，可是回頭一看呢，卻發現自己不知不覺被剩下了。這些女性既不偏執也不拜金，她們內心渴望其實很樸實，只想找一個知冷知熱、能對自己好的普通人。然而呢，現實往往是不盡如人意，在屢屢碰壁之後，她們也只能是無奈地接受現狀。朋友們，你是否感覺隨着年齡的增長，精力不如從前，注意力難以集中，情緒低落，睡眠不踏實，眼睛乾澀疲勞，皮膚粗糙呢？其實呀，這些問題正在悄悄地影響着我們的生活品質。體檢還會提醒我們有3高的風險。那麼有沒有一種天然安全的方式，可以從根本上守護心腦活力和讓我們的雙眼明亮呢？當然有。很多人服用了北歐的醫藥級 NP 高濃度歐米伽3魚油與越橘護眼精華以後呢，體力健康都有明顯的改善。NP 魚油被譽為是魚油中的愛馬仕，具有 92.5% 的超高的濃度，天然的 TG 形式，吸收好無異味，支持心腦健康，調節血脂，穩定情緒，提升活力。NP 越橘精華採集野生的北歐越橘，花青素超強，富配葉黃素，過濾藍光，緩解眼睛的疲勞，保護視力，還被譽為是口服的化妝品。兩者搭配，從內而外提升您的生命活力，守護雙眼，讓您精力充沛，心情晴朗。限時9折優惠到中國新年2月16號，買6送1，多買多送。敬請您立即訪問 www.naturalexcels.com， 囤貨1整年，迎接活力2026，心動立即行動，守護您全家的健康，就從現在開始。最近相親相的又有點相煩了，我發現真的找對象這個事情是需要很大的精力。如果說你的情緒不好的話，也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你想，你都不好好給人聊天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那對方肯定也是覺得你是不願意的呀，那怎麼還能繼續呢？啊，最近就是想得很煩。結婚要不要彩禮？結婚彩禮是必須要的，凡是那些說什麼呀要彩禮都是賣女，那些都是無稽之談，騙你未結婚的小姑娘。我們這個結過10年婚的人還是比較有經驗的。我告訴你啊，結婚要彩禮是一個女生和女方父母考察男方以及男方父母對這段婚姻的一個態度，也是對女孩子婚前婚後的一個保障。彩禮不是說父母把這個錢給花了，而是幫女兒存起來，將來幫助他們這個小家，或者直接給女兒當陪嫁的一部分。婚前呢，你相信一個兩手空空的男人說嫁給我，我以後一定會給你幸福，這都是騙人的。兩手空空的男人不適合結婚的。
養不活這個家的，也養不活孩子的。結婚後一定會一地雞毛。36歲沒有結婚，沒有孩子，老頭老娘急瘋了，各自提了2個方案。我常年在浙江打工，平時不在老家，電話視頻聯繫的也不多，他們也念不到我，只有在我過節回家的時候才有機會念到我。從他們希望我結婚有個安穩的家，到現在不結婚會讓他們在村裡抬不起頭。他們倆的養老金合計300塊錢，我的收入也很低，還要接濟家裡。就這樣的經濟狀況，他還敢讓我獨自生養一個孩子。在他的觀念裡，只要把孩子生下來，有口吃的能養活就行，等孩子長大了就能養老。是真敢想啊！穷人就不配談戀愛嗎？这是今天有一個23歲的小伙子給我發的私信，他跟我說呢，就是他也是剛大學畢業啊，出來社會第1年工作，他覺得現在好像找對象很難，甚至是不敢跟自己喜歡的人表白，因為他覺得好像大家都在說，窮男人都不配談戀愛。首先我想說啊，其實不只是很多男孩子會這樣想，現在很多女孩子她們沒錢，她們也不敢談戀愛。隨後博主分享一個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例子，他有一位男性朋友，早年從事房地產行業，但是呢，他條件並不寬裕，他女朋友家庭條件很好，卻並沒有嫌棄他，依然選擇與他結婚。這位朋友開公司的時候呢，家裡沒有人幫襯，只能夠四處向朋友借錢，共借了30多萬。創業第1年格外艱難，但他1年之內就把所有的債務全部都還清了。賺到錢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妻子買了一輛車。他很感激妻子願意陪他吃苦。如今2人已經結婚8年了，生活幸福美滿，還有2個女兒。博主感慨道：窮從來不是男人不配談戀愛的理由，關鍵是看他是否有那份擔當和感恩的心。我為什麼快33了還沒有結婚呢？也是因為我談戀愛談得比較晚，我是大學畢業之後才談的初戀。我的初戀是異國戀，當時他在澳洲留學，我在廣州，我們經常會因為一些小問題小爭吵，但見不到面而把問題放大，談了1年多分手。我談的第2段感情是在2022年，他是一個比我年長4歲的男生，他各方面都比我成熟穩重。他的收入對於當時小財務的我來說是非常高的，然後他工作能力也比較強，就導致我很不自信，就有點自卑。博主坦言，第2段感情最終因為他的不自信而畫上了句號。當他在評論區裡看到網友留言，大齡女性肯定是在哪裡有問題才會被剩下時，心裡感到一陣陣的隱隱作痛。因為每一段感情他都付出了100%的真心，只是運氣欠佳才落的是無疾而終。對於那些擦肩而過的緣分，他至今仍覺得十分的可惜。30歲以上的女孩就別做夢了，不要希望就是相親對象特別費力的追求你了，還有什麼相信太容易追到手，以後就不珍惜了。我跟你說，你這純屬毒雞湯喝多了。在相親市場上，如果能讓一個男生對一個女生追着不放，又是往你單位送奶茶，又是往家送花的，還有什麼給你花多少錢的，一定是在建立這個女孩貌美如花的基礎上，然後這個女孩她得態度真誠，願意跟她往下走。如果你還擺出一副高高在上，或者說擺出一副特別不好追的樣子，一旦這些男生接受了這個信號，馬上就會撤退。窮就不配談戀愛？沒錢不談，這是基礎。那如果特別喜歡呢？不喜歡也不能當飯吃啊。可我會努力一起變好啊。可我不願賭。物質第一位是吧？先顧好自己吧。博主直言，他至今都沒有辦法談戀愛，原因其實只有一個，他覺得自己太窮了。他認為自己過得辛苦一點還能接受，但他不忍心讓家裡人也跟他一起過拮據的生活。如果是2個人，我是沒有辦法接受我們倆一起吃苦的，不是不願意陪着吃苦什麼的啊，是就是沒辦法接受那個狀態，我不知道為啥，我就覺得會很心酸，好難過啊。你就比如說我去商場裡面逛街幹嘛的，就我們一起去商場裡面逛街什麼的，看到一個他很喜歡的東西，就我沒有辦法給他買，我的內心會想超多的，就這個想太多會壓垮我的，所以我乾脆不談。我們男孩子窮呢，就不要談戀愛了，也不要耽誤人家女孩了。這以後要面對的現實問題還有很多很多，你也一定不希望自己喜歡的人過得很差吧？你說宇哥，我喜歡他，是兄弟啊，我知道你喜歡他，可喜歡沒用啊。你現在就是一個窮小子，你沒能力留住他，你還總是信誓旦旦跟他說以後，你能騙得了他，也把自己也騙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